到了。此路是通往麓山，巫山还需另择小径。老祖见多识广，可知为何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横弦士兵啊？他们当然是赶往麓山的。哦，家父说过，上次麓山会盟，我大亨尚无今日这般强大。战败于先，割让梁山郡，屈辱求全，方才止战。如今大亨终于要扬眉吐气喽。理当如此。这麓山会盟，表面看是重谈割地，实则各国都沉寂了数年，准备比拼一番，其结果必将影响天下的大局，绝对不容小觑。难怪这些士兵一个个振奋鼓舞。出来所见，果真比宫中书房读的要开阔得多。先前信里跟你说过，巫山凶险，现在你转道去麓山还来得及。都坐着别动。我周家的马车，岂是小儿想下就可以下去的？老祖，境界不如，老朽劝你们还是别动。驾车。诺。驾。驾。此次出行目的，本就是游历，去巫山也无不可。臣不解，麓山会盟在即，王上为何费尽周折辗转此地，寻着盲龙肉菩提呢？这会盟时间是寡人制定的，那是因为这阵中的肉菩提刚好成熟，它可以为寡人重塑精神。老贤王，都大难临头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那日你在书信里便告诉我，此行路途凶险，眼下我们只是被绑，而且这一路上，他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危险的举动。那是说明我们还有被利用的价值。那就更不需怕他呀，我们相互制衡，互相利用。你说的对，至少我们性命无忧。我们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？可惜元武是你的父王，我们注定做不了朋友。算是吧。我们该过去了。已经有人比我们先到了。老祖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三个恐怕没有优势啊。而且他们好像很厉害啊。我们自然不能冒进。既然都是来取药的，我们也不可能让他们占得先机。哦，老祖有计策。一会儿，等阵眼开启以后，石门就会打开。到时候你们趁机而入，我来断后。切记，一定要快。哦。
时辰已到，寡人一旦入阵，石门便会关闭。尔等在此等候。诺。门开了。给我拿下！站住！行了，这门你们是打不开的，唯有破阵，方能打开这扇门。王上，此阵可有再开之法？臣去叫援兵。巫山本无烟雨阵，只是寡人多年之前路过此地，发现了肉菩提这株灵药。可是寡人怕被别人抢走，所以在此特设此阵。此阵只在每年今日的正午时开启，一旦入阵，除非我本人，否则只有破阵方能离开。难道就让他们把肉菩提夺走吗？行了，你放出信号去叫援兵，我等在此等候。倘若他们有幸破阵，寡人便杀人取药。诺。老祖，你已将上面的人制服了吗？还剩一个半个的。那他们定还会在外面等候，没准还会叫些帮手。无妨，只要我拿到肉菩提，就可以重塑金身。高手又能奈我何？老祖，我和苏兄的功力尚浅，您带着我们俩去找药，恐怕会成为您的累赘啊！对，因此啊，我觉得，丁宁小儿，老夫见识过你的聪明才智。这烟雨阵中诡异莫测，带着你上路，只会更安全。这6条路好像都一样啊。随便找一条出去就是了。还真有道理啊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走这条吧。
我们好像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再走。跟我来，这边。走吧，快！老祖，这地方您之前来过吗？我也是第一次来。别说了，先探探路再说吧。老祖，我们这6个方向全部都走过一遍了。你看，我在每一条路旁都做了记号。聪明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带上，不然我们都会活活耗死在这儿。这石阵中蜿蜒错杂，我们刚进去时还尚有方向，但一进入深处便没了方向。这阵都走不出去，我们还怎么取药啊？哼！不就是被草木遮住了视线吗？待老夫开出一条路便是。且慢！都这个时辰了，闯阵者还没有出来，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死在阵中了。王上如何认定他们出不了阵了？世人皆知，4国各有其善。横剑、咸气、离符、墨阴鬼。寡人以咸气为阵身，加之离符与墨国阴鬼之物作为守护，而这肉菩提又只能被横剑所砍。所以啊，此阵可是集了4国之精华，天下能破此阵之人寥寥。王上睿智，一般学堂对简单的离符皆有所受，咸气既为阵身，除非挺到最后方可破。只是属下好奇，那阴鬼之物又是什么东西？此阵中种满了墨国的一种奇物。此草木本无毒，可是枝杈一旦受损，就会散发一种毒气，闻者先麻痹，再失去五感，最后便会窒息而亡。可，既然他们无法破阵，也就意味着要取肉菩提唯有等到明年了。
再等等看吧。丁宁，丁宁，我看不见了，丁宁，丁宁，丁宁，苏兄，丁宁，我看不见了，我在这儿。我好害怕，我看不见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老祖，我和苏兄吸入太多毒气，恐无力回天。您若一直这么护着我们，怕是连累了您。不如您先出阵去取药，我们在这里等您。丁宁，你说这话，是不是有应对的办法了？我刚才看这个阵法，发现此阵跟莫国的阴鬼之术有一些相似，而这柱子上的符文，像是来自离国的东西。没想到，你对离府和莫国的阴鬼之术都有研究。您若信得过我，便试试站在这6根石柱的中央，按照顺序，依次将内力注入这6根石柱，让内力游走贯通每一根柱子，不出意外，此阵可破。好，我就信你。苏兄，没事吧？老祖，快去取肉菩提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破阵了，破阵了，破阵了。老祖，这是何意啊？这识道理，迷雾未散。老夫活到这把年纪，难免有些贪生怕死。你先去。既然你把我当做你的威胁，我可以跟你走。但是苏兄吸入太多毒气，我希望可以带着他。时间紧迫，放心，这样也许可以让你更安心一点。走吧。苏沫，苏沫，
我终于拿到你了。不枉我这么多年饱受寒月凝气之苦，如今我终于可以重塑金身了，可以重塑金身了。没有眼珠，流石盘吗？你为何无恙？原来你一直都没安好心。没安好心的是你，害人终害己。无知小儿，竟敢害我！
我的也够久。果如传闻所言，你是他的传人。家师逝世10年，前辈还能记得，叮咛感激。苏兄吸入了阵中的毒气，昏迷了过去。放心，这是解药。他很快就会醒了。苏兄，苏兄，听您。起来。肉菩提何在？被周容墨那老贼吃了。周容墨，原来他还活着。前辈见多识广，那老贼练功走火入魔，想用肉菩提重塑金身。我和苏兄无意间被他掳了过来。哎呀，坏了前辈取药，实在抱歉。也罢，终究是我与那灵药无缘呢。对了，不知你们2位这是要去哪里呀？不妨乘老朽的车，一起前行如何？多谢前辈一番美意。我看前辈的打扮是闲人吧？横闲有别，我们兄弟俩是横人。这次麓山会盟涉及2国邦交要事，一同出行，肯定会引人侧目。好，好啊！知分寸，识大体。你们2位年轻有为，他日必成大器。我这人呢，不强人所难。这样吧，李云瑞，在。距离麓山还有一段距离，给他们留辆马车，让他们在路途上舒坦一些。诺。多谢前辈。方侯府每夜有2班侍卫彻夜轮岗，2个时辰一班。等这班过去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我果然找对了帮手。这里就是暗道，水井。不会有错的。这个地方虽然偏僻，但却是整座府邸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这水井下就是逃生暗道。看来方侯并未发现这一秘密。
安道一事，只有公孙家历代才知道。当年元武只是把府邸赏赐给方后，他又怎么会选择住在这样的院子？你似乎对这里很熟悉。学院是我从前的住处。我是家中老幺，对于父母来说，子女住得越安全越好，不是吗？我没有父母。长孙姑娘，既然你愿意故地重游，我想替师父说一句话。从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之前师父推行变法，是为了整治大恒的陈疴旧病，他绝对不会以诛灭任何一族权贵作为代价，那些都是元武的手段，是元武。即便是为了变法，那对于我呢？死的那些全部都是我的亲人。对不起。其实有段时间我很恨你，因为我恨透了像叶真那样背叛爱的人。我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在他们的手下苟活，直到后来你来找我，我才知道我错怪了你。我叶策冷不曾一日背叛师门。既然我来这里故地重游，是敬重他的为人。我也知道，如果不是当年元武和叶真的背叛，你们巴山剑场绝对不会覆灭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忘记他曾经给我带来的伤害。你恨他，但你也爱他。水井有些深，你会水吗？乱世之中，怎能无计傍身？就算不会，被发配到海外这些年，也学会了。3日之后，我们为何边见？没人。我们现在应该在这儿。我们现在的位置离大福水牢还有一段距离，应该是顺着这条路走。一路小心，他们应该已经设了机关埋伏。好。快把火灭掉！怎么了？这水里面全都是油。
前方有人守卫，这水道果然是假的。他们想拥有烧死所有劫狱的人。瓮中捉鳖，当真与10年前如出一辙。咱们往回走。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我们好像已经走过了。这里地势太相像了，真的很难辨别。你看这枯叶，航海时很难依照水流辨别方向，但这里不同，这里没有风，地势决定了水流的方向。依你所言，我们一直在往下游走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他们设了引爆油潭烧死我们的局，水自上而下，应该在上游。所以真正的大幅水浪是在上游，我们应该往上游走。墙上没有青苔，应该是新造的。你看这水流的方向，想必大幅水浪就在这后面。应该是。我们先回去，回去之后再做打算。你可真是心大，今日真是又惊又险。不知为何，今日你替我蒙住双眼之时，我便觉得异常安心，总觉得什么事都能化险为夷。撤！也许你真是天降的福星，我都没有把握能够全身而退，你竟然还选择跟我来。停下！停下！前国马车为何会在我横国驻地？哎呀，好像是横国的士兵，怎么办？交给我吧。这里可是横军驻地。末将不知太子在此，惊扰了太子，望太子恕罪。原来你是太子。将军无过，快行起，父王可在附近。太子为何会在贤国马车中？是否被人劫持？事出有因，快带我去见父王吧。可是马车，你们太子被毒物所伤，这还虚着呢。末将该死，耽搁了太子疗伤，请速随我回营。有劳将军带路了。诺。原来你是太子啊！骗我骗了这么久。